同学们，大家好，我是咕噜，非常荣幸啊，也非常感谢袁老师的邀请，能跟大家在这里分享一下这个区块链在游戏行业的应用。因为大家都知道，就是区块链它其实是一组概念，这一组概念对普通人的生活是相对距离比较远的，它比较抽象，但是呢，把它用到一些我们很熟悉的行业里边，然后使得普通人能借助这些他们熟悉的东西，能够加深区块链能够帮我们做这些事情，然后这对区块链本身是有帮助的，然后对普通人的生活也是有改变的。那么我今天呢，就是从我自己熟悉的行业，就是游戏这一块儿，跟大家分享一下区块链跟游戏结合会有一些什么有意思的地方，它好在什么地方，不好在什么地方，我会尽量在今天的这节课跟大家全面的就是分析一下。开始之前，我先简单介绍一下我自己吧。就是我是2005年大学毕业，到现在大概10多年。这10多年的时间里边，我大概除了最近的2年在区块链领域比较多，然后之前的10几年我都是游戏行业。我刚毕业的时候，在上海的一家法国游戏公司叫育碧，参与了这个《细胞分裂》和《幽灵行动》这2款游戏的开发。在那个时候，育碧还是非常愿意把3A 游戏放到国内来研发的。然后到了现在了之后，最近这些年，大家可能很少听到，就是国外的一些大的游戏公司会把他们的最顶级的这个 title 放到国内来做，这也使得咱们国家在3A 游戏，就是最顶尖的游戏技术积累这一块其实是有落后的。那么我自己呢，我也希望就是借助像区块链这样的比较新的技术，能够把我们国家的这个游戏行业，能把我自己就是积累了10几年的经验，能够跟它能够有所结合，然后希望能够做出更好的游戏，这是我来就是做这件事情的一个初衷。那么我今天分享的就是我在这2年，就是18年以来，18年、19年、20年。尝试把区块链和游戏结合的时候，遇到的一些困难，我们怎么解决的？然后我们认为方向在哪里？跟大家分享一下。然后中间我也会穿插区块链跟其他行业的结合。那么希望能给大家就是有所帮助吧，对区块链的实际应用有所帮助。好，现在我们从一个大家可能比较熟悉的东西说起，这个东西是我们小时候可能都玩过的一个叫大富翁的游戏。我想请问大家，就是玩过这款游戏或者听说过这个游戏概念的同学，请举个手好吗？很难得，我看到几乎所有的同学都举手了。那么，但是为了完整的话，我还是简单的介绍一下这个游戏的规则吧。这游戏就是2到4个人都可以一起玩。那么他们轮流的行动，通过这个摇骰子可以往前走一个随机的步数。那么你可以在这个游戏的这个地图上可以造自己的建筑。那么其他人路过的时候呢，你还可以收到过路费。那么对于一些高级的大富翁游戏，还会有公共设施。你如果占据了公共设施呢，会给你带来很多额外的好处。那么游戏里面还会有一些特殊的事件比如说你发生了什么事儿，然后生病了、住院了，或者甚至是被锁定了，或者是被传送到其他什么地方，你也可以用一些特殊的卡片去干扰其他人的行动。那这个游戏特点很熟悉了，我就不仔细说了。实际上可以归纳成2、3点吧。一个是大家有一个公平的起点。每个人开始游戏的时候拥有的资源是固定的，这个游戏呢也有一定的运气的成分，因为不是完全由你自己决定你能走多少步的。那么游戏的资源的这当然你的游戏水平也很重要了，就是你对这个游戏资源的运用的水平，那么你的游戏技巧还有时机的把握都非常重要。那么最终的目标就是很简单，避免破产。其他人都破产的时候，你还没有破产，你就赢了。好，那么我介绍完这个游戏了之后，我想就是请问一下在座的同学，那么根据你对区块链的理解，如果大富翁运行在区块链上，会有什么不一样的地方？大家可以思考一下这个问题。
有没有哪位同学愿意跟大家分享一下？按照他对区块链的理解，如果大富翁运行在区块链上，会有什么不一样？没关系，区块链其实就是这样，就是借助具体的案例，让我们更加理解它。有没有哪个同学愿意举手跟大家分享一下？即使是1-2句也可以。有吗？还是说有人举手我没看见？好吧，看来咱们人大的同学还是比较腼腆。行，那我给介绍一下我的思考。首先第一个是，不好意思，我的声音有点忽大忽小。这个，首先第一个是区块链本身，大家都知道它是一个公开的账本。公开的账本呢，意味着就是货币的服务，也就是说跟钱相关的这个服务是被自动化的。那么你的购买操作、找零操作，你的租金收益，还有抵押清偿。抵押就是当我快破产的时候，我可以把我的资产抵押出去。那么抵押和清偿这些都是可以在链上被自动化的。然后你会发现，大富翁里边的那个银行的那个角色突然不再需要了。然后所有涉及这个资金的操作，那么都可以在区块链上通过智能合约来完成。这是我们能拿到的第一条。如果大富翁运行在区块链上，我们最直接的好处就在这里，是因为它是一个公开的账本。那么第二条就是诚实可信，因为区块链保证了它的记录是真实有效的。那么它永久保存在这个区块链上，你玩过的每一局、每一轮，甚至是你的每一步行动、你的每一张卡片都成了这个有据可查的这个历史记录。你的买地、你的建造、你的收租、你的抵押，这些所有你的行为、你的关键的行为、游戏行为都会被记录在链上的每一笔交易里面去。然后你的每一局里的每一局的记录，你的资产、你的积分、你的成就、你的收益，所有的这些跨越局数的这些东西，这些累积的数据，全都会自动的去形成可以积累的玩家的档案。大家可以思考一下，这个其实是很不一样的。就是平常因为小时候我们玩大富翁，我们大概隐约的知道谁水平高谁水平低，但是你其实并不知道这个人真实的历史战绩如何。就算你现在用在最新的游戏平台上，那么比如说以前我们大学的时候那个叫什么联众游戏平台、QQ 游戏大厅，然后到后来的这个 Steam，你可以看到，就是过一段时间就会有新的平台出来，然后但是你在老的平台上的游戏记录就全没了，就是在那个平台上你也拿不出来了，也不可延续了。万一那家公司对吧，出了什么问题，或者说大家都到新的平台上去了，你也被迫过去。那么如果在区块链上，很显然你能形成一个连续一贯就是持续的记录。第三个好处是就没有那么显然了，它是一个技术上的好处，因为比特币本身是点对点的，就像互联网一样。那么通过区块链的话，我们可以用点对点的方式来游戏。什么叫点对点的方式游戏呢？大家现在就是在 Steam 上买了一个游戏的话，都是会连到 Steam 的服务器上去，把这个游戏下载下来。如果它是多人游戏的话，是通过一个中间的服务器来帮助我们通信，来帮助我们记录玩家的档案的。但是如果以点对点的方式呢，你实际上是不需要一个服务器，即使这个就是没有服务器的话，它就永远在线，就像比特币一样，你比特币运行了十来年，你从来没听说过它下线，对吧？那么因为没有这样一个运营商了，所以你不会出现那种你的游戏记录对你非常非常宝贵，你投入了大量的时间心血在上面，结果突然被运营商告诉你这个游戏不能再出于某到足够多的钱，它不能再运营了，或者是跟其他公司签署的 IP 了，它没法再继续运营，你不会再听到这样的事情。那么你的游戏角色还有其他的一些属于你公司是没有办法把你的东西给拿走的。那么第四点好处呢是激励和分配，因为你不需要一个人来帮助你运营这个游戏了，
所以呢，那你投入在这个游戏里的资源，你投入花进去的钱、花进去的时间，这些来帮助这个游戏形成更多的数据，都可以被更好的、更合理的去分配了。而且这种分配是理论上是不太需要人去干预的，是完全可以由合约自己所有的分配，每一步分配从一开始，从你第一次踏入这个游戏都是可以自动化，而且可以监督、可以被审计的。那么理论上，所有的游戏收益，如果说当然这个取决于就是开发这个游戏开发团队的他们的这个智能合约的编写，他们当然可以把这个收入全部拿走了，但是他们有很强烈的动机不这么干，他们很愿意，就是他们有很强烈的动机把这个收入分享出来，我们叫取之于民用之于民吧，跟大家分享。那么玩家对于游戏本身的发展和走向就会有更强烈的参与度，因为这个游戏是玩家能够自主决定的，比以往的游戏来说，以往的游戏就像看电影一样，大部分情况下大家是只能接受所谓游戏策划的设定，但是在区块链游戏里面，玩家理论上可以有更大的这个参与度。好，这是第4点好处。那么第5点好处是，你突然发现大富翁里你获得的卡片也好，还有其他的游戏资产也好，都是可以交易的了。那么我们通过把游戏里的资源给 NFT 化，让它变得可以交易。我不知道大家对 NFT 这个概念是不是熟悉？它实际上是我们在区块链上通过某种技术形式来保证，某一个资源是独一无二的。它是跟比特币本身是有区别的。比特币本身我们认为它是 FT。什么是 FT 呢？就是 Fungible Token。Fungible Token 呢是就是同质化的，每一个币是一样的，每一个比特币是同样的，没有哪一个比特币比另一个比特币更值钱。但是 NFT 不一样 ，NFT 是 Non-Fungible Token， 也就是说每一个物品都可能跟另一个物品不一样。同样的2把刀看起来属性一样，可能它们价格非常不一样。可能这个价格不同，可能体现在很多方面，比如说这把刀曾经被某个很有名的人拿过，或者这把刀是曾经杀过某个著名 BOSS 的第一次当然诸如此类了。那么有了这些可交易的东西呢，我们得以在游戏里面创造出来更多的情境，让更多的交易得以发生。大家如果学过经济学，可能就知道一个最基本的规律：交易越多，整个社会的这个财富总财富就越大。这可能是有争议的，但是总的来说，交易越多会对系统越有帮助。那么这样的可交易性呢，就让大富翁就超越了单局。什么叫超越了单局呢？你在一局里的得失就没有那么重要了。在之前大富翁里边，你一局破产了，这一局游戏就结束了。但是丰富的这个可交易性，使得一局跟一局之间产生了联系。你这局输了没关系，但是你得到了一个非常有价值的东西，那么也许后面的胜率会显著提高。那么大富翁也从一个有限的游戏变成了一个无限的游戏。好，第6点好处是独特和稀缺。独特和稀缺是指在之前的大富翁里边，大富翁游戏这个一盒一盒的这个桌面游戏发给大家了，就都一样了，所有的大富翁都一样。但是如果在区块链上运行的话，我们可以由发行方去发行某些非常特殊的东西。那些特殊的东西是限量的，比如说一种卡牌，我就发行10张，就结束了。那么整个全世界的所有的大富翁玩家只有这10张。而且我能够从区块链上的算法告诉你，保证，我自己想发我也没得发了，想发这个系统也不会允许我发了，可以在合约里面声明它的最大数量，这样就相当于是一种人为制造的这种稀缺性。大家都知道，一个稀缺的东西，当然你可以说这稀缺的东西可能本身不值钱，但是稀缺本身会带来价值。当然这个也是非常有争议的一点，这里我就不展开了，大家可以去搜相关的材料。那么你可以去，甚至包括你自己，你可以去创建一个独一无二的卡片。这个卡片可能对于其他人来说没有什么太大的意义，但是对于你来说有独特的意义，这也是非常有可能的。而且一个卡片随着你的游戏过程，它也会逐渐变得对你自己更有意义。它上面会承载你的游戏记录，它上面会承载你曾经度过的时光，一些对你来说非常有意义的事情。
那么我举了个例子，就是游戏里面如果有一个武汉地图，大家知道大富翁会拿世界各地的城市，会去作为它的这个游戏地图，你可以去体验巴黎、东京啊，什么上海这些。你想，这个在武汉地图，在武汉地图上我可以标识去年的发生的事件，那么在香港的地图上我可以标识这个香港回归的事件，这些都是非常有价值的，就是在这个对事件本身是有独特含义的，这样的一些卡片是，就像前段时间发生的一些国内和国际的新闻，大家都可以联想一下，就是如果是这些事件在区块链上，我们可以以怎样的形式把它以相对独特、相对稀缺的形式给表现出来。那么，第7点好处是可复用性。什么是可复用性呢？这个可能就对大家来说不是很熟悉了。因为你的资源全部都在链上。所有的游戏的资源都在链上，那么即使现在开发这个游戏的团队，他们决定，我去做点什么别的了，这些所有的东西也都不会丢失。如果你的游戏非常有很多人非常喜欢玩，这些玩家形成了一个自发的社区的话，那么这个玩家社区就可以拿这些已经有了的资源，他们可以去制作一款新的游戏，这个新的游戏包含了老游戏的所有的东西，并且能够热启动。所谓热启动就是不再从零开始积累用户，而是从一个这个游戏本身已经积累起来的玩家群体，从他们开始开发新的游戏，这样门槛就会低很多。那这样的话，大家可以想象这会导致一个什么样的结果呢？就是一个游戏永远不会死。如果这个游戏真的有价值，真的有人喜欢玩的话，它永远不会死。总是会有人给它赋予新的含义，总是会有人给它赋予更多好玩的东西，让它的生命力更强。那么好的东西就会被流传的更久。这是可复用性。那么还有最后一个就是游戏的永续性。什么叫永续性呢？就是我刚说的，就是有限的游戏变成了无限的游戏。那么一个理论上大富翁可以永远继续下去。我这里说的永远啊，不仅是局与局之间跨越局的永远，而且是单局一局的大富翁。如果我们提供某种机制使得它不会破产，那么它可以在一个地图上永远走下去，只要他想走，他就可以走，他可以今天走一步，然后10年后再来走第2步。那么我这个图上的一个例子是，大家可以去那个 Reddit 上看到这个 Place 这个社会实验。我给大家介绍一下这个社会实验。这社会实验是当时 Reddit 搞了一个72小时的这个画布，72小时画布，1000乘以1000像素，1000乘以1000像素呢，每个玩家在5分钟之内只能点一下，就是严格的限制了你参与的频次。也就是说，个人的行动力是非常非常有限的，5分钟你才能点一下。你想想看，一天24小时，你不吃不睡，一直在那儿点，能点得了多少下？所以它实际上是全球的所有人在参与的一个群众创造的这个内容。那么你可以看到这个画，看起来非常混乱，对吧？就是你第一眼看上去你会觉得非常混乱，但实际上它非常有序。就是如果你放大了看它的细节，有机会大家可以去那个 Reddit 上去看一下，你看它的细节，你会发现它在某些局部体现出非常规整的这个特性。那么它实际上是混乱和有序的一个结合。那么在中间它还发生了非常多的变化。你可以看到它在一开始是怎么样从一块白布，然后变成现在这个样子的。它实际上是所有的人的一种集体性的这个表达和创造的概念。那么你也可以看到，如果你仔细观察的话，你会发现某些地方不同的元素之间是交融在一起的，那某些地方呢，这个不同的元素之间隔离性非常的明显，这是非常有意思的事情啊。这可能表达了人的内心的某种倾向性，就是有些东西你能够跟它和谐相处，有的东西你心理上对它就有抵触。我说的心理上可能是一种集体潜意识，就大家都觉得有抵触。那么这是交融和隔离。你也可以在这个图上看到稳定与冲突。什么是稳定与冲突呢？就是有些图画一旦创建好了，就没有人会去动它了，但是有些图画就会大家你来我往，就是反复覆盖，你盖我的，我盖你的，这是稳定和冲突。
你也能看到这个毁坏和重建，就是有的人、有的组织、有的小组啊，他们会不断的去画这样一个东西，即使被摧毁了，他们也会反复的把它画出来。甚至你可以看到这个图上有一个蒙娜丽莎。这个蒙娜丽莎是非常有意思的一件事，就是Reddit 的用户啊，有一个小组，有一伙人，他们专门成立了一个小组，就是捍卫蒙娜丽莎的完整性。这帮同学特别有意思，他们就是制定了严密的作战计划，每天24小时都有人不断的去修复蒙娜丽莎，然后但是也不断的有人破坏它，但是也不断的有人修复，这就是我说的这个毁坏重建啊。星球大战里面那段话就很有意思，就没有人去保护它，但是也没有人毁坏它。这里面反映了某种文化的更深层次的内核。就是具体的我也不深入讲了，但是我可以告诉大家的是，这同样是一个永续的游戏，可以永远进行下去。而且在这种永续之中，你能观察到非常多平常通过谈话什么的感受不到的信息。好，这里我们来总结一下，就是如果我们把大富翁放到区块链上，我们获得了这些好处。有公开账本，这使得银行不用存在了。然后有诚实可信，我们得到了诚实的记录。有点对点，这样服务器不用存在了，它可以永远不会宕机，一直跑下去，就像比特币一样。它有激励与分配，玩家可以获得更好的回馈。有可交易性。原来只在单局游戏内可以交易的东西，现在你可以与世界上任何一个人参与这个游戏的人交易了。它制造了独特性和稀缺性，它使得一些游戏的资源变得可以被复用，然后这个游戏本身也可以变成永续的游戏。好，这是链上的大富翁获得的8个好处。好，现在我们看了就是把大富翁放到区块链上获得的好处之后，我们稍微跳出来一下，我们看一看拿另外一个行业作为对比。这是一个叫做供应链，供应链整个全链条从这个从最初始的第一环一直到最后的消费者，大家可以看到，就是供应链的每一环，区块链是怎样帮助它的。这里因为我们是一个就是针对游戏行业的，所以这个我只是给大家作为一个参考，和游戏行业可以对比。大家可以看到，在每一个环节，区块链可以对它做类似的帮助，其实就跟我们刚才说的那8个点非常类似的，它对另外一个行业是怎么样帮助的。那么，这是更多的行业，你可以看到，我一一跟大家讲一下，就是第一个是广告和市场宣传，第二个是社交媒体和内容，第三个是金融，第4个是医疗，然后是供应链，然后是游戏和电竞，然后是智能设备。然后是其他的行业，你可以看到每一个行业都有他们认为的这个区块链与他们结合的要点。那么，你可以看到他们并不是完全重合的，不同的行业要解决的痛点不那么一样，而且区块链本身也是高速发展的，它的一些特性是我们一开始完全没有预料到，它在这个地方可以解决这个问题。那么这里我简单的就是把它们归了一下类，你可以看到。在广告市场、广告和这个社交媒体和内容激励，以及和游戏、电子竞技这几块，它们的作用是类似的，所以我把它就是标识成了同一个分类。然后在供应链、在智能设备、在医疗这些领域是类似的。我也把它分了一个类，这样如果大家就是更想关心细节，想看看具体的事情的话，可以到那个行业固定的那个行业，以那个行业作为关键字去搜那个行业相关信息。这里我对这个互联网相关的给大家做一个简单的介绍，就是在广告这块跟现在的广告的机制相比，区块链能够给广告行业带来的是透明性。因为大家都知道，现在的在线广告，你根本不知道你点了这个广告了之后，谁靠你点的这个广告赚了多少钱。这个你点广告的这个行为对你自己造成了什么影响，你也不知道。
这一切对于你来说是黑盒。那么更糟的是，不仅对于你来说是黑盒，对于广告行业这个行业的参与者来说，很有可能也是个黑盒。为什么我这么说呢？因为这里面的这个数据是非常重要、非常值钱的吧，说的直接一点，非常值钱的数据。每一家都会把这个数据拿得紧紧的，在这个行业里边的每一环，他们都不会轻易的让对方知道自己的底牌。那么这样就会造成了，大家都知道这些信息很有价值，都很有用，但是对于大家每一个个体来说都是黑盒，这是很痛苦的，这是一个很典型的这个囚徒困境。我们大家就没有办法借助公共的数据，借助所有整合了的数据来改进，来让这个行业运转的更有效率，这对所有的人都是吃亏的。那么所以你可以看到，就是广告它排在第一个，而且排在第一个的就是透明性。那么还有微支付、激励，这些我就不一个一个细说了。然后我说一下我熟悉的游戏这块吧。游戏这块有 transparent gaming。什么是 transparent gaming 呢？就是在现在的游戏里边，你其实不知道你对面的玩家，他们的水平是真正是怎么样的，他们有没有用外挂，他们是不是机器人，什么这些你都不知道。但实际上从区块链的角度，你可以做很多事情来确保，即使他们用了外挂，他们的数据也会保留在链上。以后你的这个对手，他的数据多了之后，你可以很容易从他的行为模式里推断出来他是不是机器人，或者他有没有用外挂。因为一个人可以欺骗另一个人一次，但是你不可能欺骗他一辈子。那么对游戏行业来说，还有就是数字的资产和这个 token， 这些可以用来确定这些资产的所有人，谁拥有这些东西，然后他可以行使他的所有权，他可以转移它、交易它，可以赠送。你也可以看到实时的结算以及这个公平的可公平的游戏和可审计的游戏，这些是刚才我那个大富翁里面我没有细讲，但实际上可公平的游戏这也是很重要的。就是为什么就是你游戏开发公司能向我保证我抽的这个卡就一定是公正的吗？我开的这个宝箱，你说是1%会出现高级装备，它真的是1%吗？会不会你在后面做了些什么呢？那么如果发生在区块链上，实际上我们是可以保证，可以向大家证明它的确是运行了这一段代码，的确是使用这个概率产出了这个装备的。好，刚才我们是单个游戏为例子，所以现在我们从这个局部跳出来看一看。整个行业从整个行业的角度去分析一下，那么以整个行业为切面，给大家分析一下，区块链针对这个行业会有什么变化。那么这个例子里边，大家不仅能了解，区块链具体是怎么用的，也能透过区块链对游戏行业有所了解。如果大家关心游戏行业的话，也可以就是有一些借鉴。那么这里每一条好吧，我还是过一下。游戏行业现在有哪些痛点呢？如果大家感兴趣，玩游戏可能有所了解。那么我刚刚说的，游戏的数值是不透明的，它的规则可以随便改的。这个版本这个英雄厉害，下个版本可能下个英雄厉害。那么这是中心化的弊端，我们可以通过合约去保障。游戏开发者呢，在现在的游戏里边是承担全部责任的。大家都知道，如果你这个游戏做差了，那就找开发者骂他们呗。那么如果他做得不好的话，用户就会用脚投票，就会流失。那么但是这对开发者来说压力是非常大的。为什么呢？因为开发游戏的速度远远赶不上玩游戏的速度。以前这个魔兽世界里边开发者暴雪的开发者有几百人的团队辛辛苦苦干了1年的这个资料片，玩家可能2礼拜就玩完了，内容就玩完了。这个迭代跟用户消费的速度是完全失衡的。那么这是第一个痛点啊。第二个痛点是开发赚不到什么钱，钱都被渠道和发行给赚走了，开发投入非常大，而且产出很不确定。这其实是所有的游戏开发团队都会面对的问题。那么第三个是虚拟财产不属于用户，没有办法实现价值流通。虚拟财产不属于用户，就是你在这游戏里不管充多少钱，那么游戏公司说停服就停服了，他不会在乎你，甚至更不会把这个钱还给你。传统的游戏是这样封闭的，而且是不流通的。那么有一些流通的手段，比如说你去什么5173上
或者去什么地方卖号什么的。但是这些行为其实是不受到官方的鼓励的。那么官方甚至会封号，甚至你在交易的过程当中，你也可能会被骗。比如说，人家把一个号卖给你了，然后你开始玩，没过几天，他又找回密码，又把这个号给找回去了。这时候你找谁说理去，对吧？这是现在的一些问题啊。那么游戏本身呢，游戏里边会发生通货膨胀。通货膨胀，大家如果玩过《魔兽世界》，可能都知道，就是这个《魔兽世界》里一开始金币还值钱，后来因为打金工作室还有其他的一些行为，导致游戏里整个通货膨胀非常厉害。其实大部分游戏都有这个问题，开发者没有办法通过很好的设计去避免从长期的角度游戏的通货膨胀。玩家在里面投入的时间，很可能过段时间回来一看，哎呀，我之前真是所有的辛苦都白浪费了。那么最后一个是游戏体系之间是不互通的，就是我刚说的，游戏一旦停服了的话，玩家所有的投入，全部就白没有了。这是火币的这个，刚才说这个火币的，他做了一个这个产业专题，这个产业专题里边列举的游戏行业的痛点。那么紧接着他又说了，这个游戏行业，这个区块链行业能怎么帮助游戏行业来克服这个呢？或者说游戏行业为什么跟区块链是有契合点的呢？是因为游戏行业它的这个产业链条多，就是咱们刚刚介绍的不透明、黑箱，然后需要激励，使得区块链可以用它的一些特性，比如说交流效率低，信任那个。就是区块链能够提高这个交流效率，然后能降低这个信任成本，对这个真实性和共识从底层就有保障，然后通过这些方式啊，能发现区块链能解决游戏行业的一些已经存在了的问题。那么更有一些好处，就是游戏本身是因为它是原生的数字化的这个服务嘛，它跟区块链是非常契合的。那么游戏用户的群体是比较年轻，他们愿意去接受新的东西，跟区块链也许能形成融合。游戏没有语言，就是不那么强调语言文化这些特性，天生的是跨国界的，容易传播，这些都是跟区块链比较好的切合点。这一页幻灯片，不代表我的想法，这是从火币的这个产业报告里边给大家截取的。那么，他谈到了一些区块链对游戏行业的重构，这里我就不一一念了，大家可以就是看一下，如果感兴趣的话可以看一下。上链公平，这基本上是我们刚刚在这个大富翁游戏里边，已经说到的一款游戏，可复制性强，容易被抄袭，然后区块链游戏呢为什么区块链游戏跟传统游戏不一样的时候，一定是从没有历史包袱的这个区块链游戏开发者开始的。他也讲了这个问题。那么，出现了很多新的区块链游戏了以后，传统的才会被倒逼，才会去加入这个进程，而不是指望大公司一上来就发现区块链有多好，就来用。而传统游戏的这个区块链化也是从改良和优化。出发的，然后逐步深入的，这也是我们现在跟传统的游戏公司合作，就是采取的路径吧。就是我们会先从一些很小的对游戏没有影响的点，去做，然后逐渐才会到核心的部分，最终到游戏整体的这个链上化。这是一个非常漫长的过程。以前我们觉得它可能需要1-2年、2-3年，但是现在看可能需要4-5年，甚至是7、8上10年，这都是有可能的。因为行业的发展和融合，这个不是我们一蹴而就。好，这是一些区块链对行业的影响。那么对渠道，对这个渠道商他们的一些痛点，或者说现在行业的不合理的现象的一些影响吧。有了区块链了之后，可以有一个完全透明的去中心化的这个激励型的分发接口，这是现在的渠道不敢想象的啊，能够把这些行为都记录下来。这是你看，这个是游戏，因为游戏行业跟广告行业本身是有深度融合的。刚刚我说的广告行业的一些情况也会发生在这里。那么区块链本身，因为它是可以追溯的，那么天生就适应那种长尾，就是头部现象不那么明显，分散关系
错综复杂的这样的流量，你就可以清晰的通过区块链本身以很低的成本来记录下来这些流量的来源，并且可以对它分析，最终呢，让那些现在很难把自己的作品送到玩家手上的这些中小开发者，能跟用户一起去把这个游戏不管再小，只要它有特色、有生命力，就能活下来，这样一种共赢共生的关系。大家可能不知道，在 Steam 上，虽然现在小的开发团队能够做一些作品，能够获得部分玩家的支持，但是还有大量的这种非常有特色的游戏团队，他们得不到这样曝光的机会，因为可能某个条件不符合某个数据不合预期，他们可能就很难有信心做下去了。但是实际上，一些很精彩的游戏就胎死腹中了，这是非常惋惜的。游戏内的资产啊，这个刚刚已经讲了，这个就不细讲了。那么同款 IP 资源复用，这个也可以说一下，就是对于不同的游戏公司，相互之间要想形成合作，互相用对方的 IP 去做一些有意思的东西，实际上是一个比较复杂的过程，涉及到大量的这个商务谈判、利益划分，有很多因素使得这个过程不是那么的顺畅。但是你想象一下，就是咱们刚那个大富翁的例子，如果所有的东西都在链上，你可以很清楚、很明白、非常低成本的来判断这个游戏的 IP 到底有多少价值，这个游戏里面哪个角色吸引人，哪个角色是真正有价值的。这样你在建立合作关系的时候，你的沟通成本，你的所有的这些，就是比如说利益的计算都可以很明确。这是为所有的人降低了这个成本，那么这会导致有意思的东西他们都会跑到一起去。你会发现，也许你最喜欢玩的两个不同的游戏，里边花游戏时间最多的两个角色，竟然能在新的游戏里他们跑到一起去玩去了，然后发生了一些很有趣的交互，这都是有可能的。如果是他们都存在于链上的话。然后对游戏行业的重构，还有就是能够重塑游戏内的这个经济体系。重塑游戏就直接对应了咱们刚说的，就是游戏内有可能会发生通货膨胀。在这种情况下，如果你用了区块链有什么好处呢？你可以明确的告诉玩家，你的游戏内产出的某种资源是数量有限的，是稀缺的，产出了就没有了。你从游戏开发者的角度也不可能去创造无限多的资源。为什么之前的游戏不能有呢？之前的游戏当然也可以有了。一款游戏开发者告诉你，我就发100个这个装备。比如说以前某款游戏里边的武侠游戏，这个披风，我就发100款披风，我不再发了。那每个披风我能卖到几千块钱，甚至是上万块钱。那么游戏公司一看，这个每个披风都能卖出去，而且一个小时就卖光了，这个钱太好赚了，我能不能再发100个呢？他是不可能克制住自己的这个冲动的，对吧？你想想，他是不可能克制这个冲动的。而且从玩家的角度，他已经拿到了这个披风了之后，如果游戏公司再发100个，他是没有任何控制能力的，他是没有任何控制能力。避免游戏公司这么干的，所以游戏公司一定会这么干，是吧？这是个符合逻辑的推论。那么在区块链上，如果你能从技术手段保证这一点的话，那其实是符合所有人的利益，除了游戏开发商不高兴，其他所有人都高兴的事儿。但是你想，这样的能够达到这样级别的贡献率的话，有更多的玩家愿意来玩的话，是不是游戏公司也受益了呢？是吧？这是很难说的一件事。那么我们小结一下。从刚刚那个火币的这个行业的这个报告里面，我们可以看到，它对游戏行业的重构，基本上覆盖了我们刚才以大富翁作为例子举的例子的8条里边的大部分。这个行业报告是18年8月份，18年的时候火币做的研究，所以你可以看到它这个行业报告还是挺有前瞻性的。好，刚刚我们讲了，区块链对游戏行业会有哪些改变？现在我们反过来，谈一谈游戏作为一个载体，它对区块链来说有什么好处？
为什么我这样来，就是先正着来，然后反着来给大家讲解呢？因为通过这样一个过程，大家也可以把它套用到其他的行业里，这是一种思维方式。你可以去看待，从前往后看，从后往前看，他们各自有什么不一样的地方，这也是一种方法吧。希望这个方法能够帮助大家对一个行业进行分析。那么我们看一看游戏这个载体对区块链来说有什么好处。首先，游戏它是非常少有的，在现实世界当中它是非常少有的一个完全无中生有的冒出来的，这个纯线上的，是跟现实世界完全独立的，相平行的这样的一个虚拟世界。那么这个虚拟世界跟现实世界没有那么多千丝万缕的联系，它的这个粘连性是非常低的。那么一个稳定运行中的大型游戏，比如说像《魔兽世界》或者说剑侠情缘3这样的游戏，它往往是一个漂浮在真实世界之上的，既跟真实世界有关联，它是开放的，但是它又存在某种程度的闭合，这样一个非常特殊的这样一个系统。那可能你没留意的是，比特币也是这样，比特币系统也是这样。这两个系统表现出高度相似的特性。那么我们知道，不管是这个固体还是液体，它们跟气体都是很难混合的。但是如果是两种气体的话，你其实不需要什么外力，很均匀、很自然，它们就能混合在一起的。那么你可能明白我要说什么了，就是简单说，如果现实世界是这个固体或者说液体的话，那游戏和比特币都是气体，都是空气。那么真实世界里跟游戏是非常不一样的，它是有很强的这个时效性。真实世界里的不同的行业有很强的时效性、地域性和异变性的。如果我们强制的去把真实世界跟游戏融合的话，那么强行的去赋予这种所谓不可篡改的优点有时候不仅没好处，甚至是有害的，或者说至少也是不必要的固化。这个可能是大家在思考区块链的时候，就是可能不太容易想得到的，因为我们实际上确实做过这种探索，然后确实被这种所谓不必要的固化给坑过。那么你可以想象一下，就是传统行业，就是咱们说之前的这个互联网的应用，传统行业那些比较老的行业，他们花了多少年，很多年，都对互联网这种，对吧？我们看起来是理所当然，就像空气一样无所不在的东西，他们都表现出了强烈的这个抵触。你就可以知道，现实世界跟理想世界是有非常大的偏差的。很多在我们行业探索者看来是理所当然，非常好，你为什么不用呢？在别人看来是千难万难，甚至基本上是不可能的。大家一定要对这个理想世界跟现实世界的差别一定要有非常清醒的认识。但是这并不是说就是真实世界不应该跟区块链结合了，只能说这种结合会有滞后性。那么游戏它自由度和灵活度非常高，它不依赖于人设，游戏非常丰富，什么样的游戏都有，每个人有自己的品味儿。比如说就跟直播对比一下，那么跟直播这种线上的这种应用场景相比呢，游戏产品非常灵活，每一个游戏都可能不一样。就像同一个导演，他可能拍出来不同风格的电影，那么他没有一个固定的套路。但是直播你就没法脱离这个主播的人设，对吧？这是这两个的非常大的不同。那么一旦环境有变了，你这个直播的这个主播可能就会受到影响。比如前段时间那个吃播就是很典型的例子，对吧？环境一旦改变，直播就会受到影响。那么游戏具有这种非同寻常的这种灵活性。你看我们小的时候玩的大富翁，几十年之后大家还是喜欢玩，对吧？不同的游戏呢，你可以去尝试不同的经济体系。在区块链它现在这样一个行业初期还在快速增长的时候，我们就可以用不同的游戏去尝试不同的体系它有什么好，它有什么不好，我们可以快速的做一些迭代和得到更多的经验。第三点是更微妙的一点，就是游戏它作为一个虚拟的世界，它比现实世界有更大的弹性。什么是更大的弹性呢？就是它的这个虚拟世界，它的容错率是更高的，它非常温和。万一不小心玩坏了，一不小心出了问题，
也是可以恢复，不会影响到真实的世界。那么这个特性大家不要小看这个特性，这是你在做一些什么创新性的东西的时候，你经常会，第一个这个吃螃蟹你会遇到很多坑。如果你拿一个非常有价值的，比如说你在医疗行业去做创新，这个心脏起搏器，你说我们换种方式，能不能用这个智能合约来实现这个心脏起搏器？那万一出什么问题，这个后果不堪设想。那么一个温和的环境对创新是非常包容的。你在游戏世界里，你可以做很多事情，大胆的去做。万一坏了之后，你把那个子系统关了，它是不会影响到其他的。那么一行游戏代码如果有 bug， 我们把它修了，发个新版本就不会产生任何新的影响了。那新的版本非常干净，就好像那个 bug 从来没出现过一样。但是你想想，一家医院，然后一艘游轮。如果你在它上面运用一些不太成熟的东西的话，一旦出了问题，这个会引起灾难性的后果。这是一个微妙的一点，就是游戏它作为虚拟的世界，比现实会有更大的弹性。好，我们小结一下，为什么说在游戏里边来跟区块链结合会有这些好处呢？第一是因为游戏是漂浮于现实之上的虚拟世界。第二是游戏的类型和场景非常丰富，它提供了非常大的不同寻常的这种自由度。那么游戏本身是一个温和的环境，允许我们就是有很大的弹性去做一些创新。那么对待像区块链这样还在快速发展的东西呢，我们放在跟这个真实世界相隔离的这样一个虚拟世界里面去创新和迭代，其实是比较好的。好，接下来我们跟大家探讨另一个问题，就是下一代的游戏。下一代的游戏，我们叫它这个 next generation， 下一代的游戏。为什么我们会突然跳到这个话题呢？因为游戏行业，这又是游戏行业的另一个特点。其他的行业不会动不动去想，哎呀，我们下一代怎么样，下一代怎么样。游戏行业天天把下一代挂在嘴上。那么各种互联网行业里边，游戏行业是最喜欢天天说我们下一代游戏会怎么样了。那么多年以来，这个各种不同的大型游戏厂商，一直都是计算机图形学，如果大家关心的话，计算机图形学、实时渲染技术以及计算机科学的各个分类，他们最激进的这个推动者。可能大家不知道的是，当年这个 John Carmack， 他这个实现这个3D 游戏，使得整个计算机行业的各个分支都得到了推动。因为其实大部分图形学算法在80年代都已经相对比较成熟了，但是他们一直没法在计算机领域得到应用，是因为整个行业缺乏激励、缺乏动力、缺乏一种内在的热情，去真正用上一些高端的东西。但是游戏就唤醒了这种热情，游戏开发者、游戏相关的硬件厂商，比如说 NVIDIA、AMD， 他们有强烈的动力让你换显卡，让你去体验更新更好的游戏。所以这就是为什么他们天天在研究下一代游戏长什么样。如果你参加过这个游戏开发者大会，在旧金山每年这个游戏开发者大会是我所知道的最大的行业盛会，光讲就有几千场，这个听也听不完。非常非常夸张，是他们讲的全都是他们对未来游戏的憧憬。那么好，我经常会想这个问题，就是跟头号玩家，我不知道大家看没看过这个电影《头号玩家》这个电影。《头号玩家》这个电影里面有一个虚拟场景叫绿洲，跟《头号玩家》里的那个绿洲，就是你可以看到屏幕上的这个虚拟场景。当然，这只是它的一部分啊。周相代游戏还缺少些什么？那么大家可能玩过游戏，那么大家可以思考一下，跟绿洲这样的真正意义上的虚拟世界相比，咱们现在的游戏还缺少些什么？我不知道哪位同学愿意跟大家分享一下。这个应该是跟区块链没什么关系。如果喜欢玩游戏的话，可能你会想到这个问题，跟你在电影里面看到的绿洲也好。那个什么阿凡达里边的那些场景也好，相比目前的我们这些游戏，缺少些什么东西？好吧，我接着往后讲。那么
对大家比较腼腆的程度超过了我的这个预期啊。是逼真的这个游戏画面吗？不太像，因为现有的顶级游戏啊，大家看到的现有的顶级游戏，并不比你在电影里边看到的这个虚拟世界要差。那么过去的2年里边，甚至有一个趋势，就是很多电影跑来用游戏引擎来制作，而且这种制作的效果其实你是看不出来的。这 Unreal 引擎做出来的电影，你其实是跟游戏已经就是你很难去区分了。这个画面到底是实时演算的，还是预先渲染的呢？你可能第一眼可能不一定分辨得出来。你在游戏里看到的渲染结果呢，其实跟真实的电影所谓电影级的画质已经就是可以相提并论了。你再去对这个画质再去做边际效应，这个做改善，这个边际效应是非常低的。你就算比这个再逼真10倍，对吧？再逼真10倍，那么它这个游戏的画面所带来的这个临场感，这个叫临近感，也不会提高太多。就是这个临近感，就是 presence， 这个 presence 的这个体验不会高出太多。所以你说是逼真的游戏画面吗？渲染画面吗？不太像。那么是真实的 AI 或者更真实的这个角色的这个行为吗？也许吧，因为那即使是就是你再逼真的这个 AI 的角色啊，再逼真的这个游戏里边的这个角色给你的这个感受啊，充其量只是这个增加了游戏的这个环境的真实感。这个其实也是边际效应递减的。为什么这么说呢？你看这个《阿凡达》也好，还是什么，你在游戏里其实是可以找到很类似的例子了。那个头号玩家里面，头号玩家如果大家看过这个电影就知道了，在这个电影里边，那个虚拟世界真正吸引你的，其实不是它有多么的逼真，或者说它那个里边的角色多么像人。它最逼真、最极致、最让你误以为是真实的，恰恰是那些玩家与玩家之间的对抗。玩家与玩家之间的对抗。这个《西部世界》大家看过吗？就是《西部世界》是一个那个电视剧里面讲了这个 AI 的觉醒。AI 本身是不吸引你的。那个一个人从大街上走过去，哪怕他的 AI 再好，其实他是不吸引你的。什么情况下他吸引了你？就是这个 NPC， 这个你眼中不会干什么，没有什么特别的东西的这样一个东西，没有什么特别属性的这样一个东西，它突然觉醒了，它变得像人一样。所谓的觉醒嘛，就是它变得像玩家一样，能跟你产生玩家跟玩家之间的对抗了，这个故事才真正变得，对吧？吸引你，引人入胜。那么可以这么说吧，就是当西部世界里边的这个角色这个觉醒真正发生以前，你不管 AI 你再怎么改进，对玩家来说，大概率都跟现在的这个 NPC 没什么本质的不同，对吧？你现在完成任务，不管是你是面对魔兽世界里边那个地精 NPC， 对吧？时间就是还是说像一个真人，你是通过图灵测试你没法区分的真正的 AI。假如说真正出现了这样的 AI 的话，那恐怕我们的生活就已经是吧翻天覆地的变化，搞不好我们自己都是吧都已经是不是现在我们自己了。到那个时候，你别说你把人家这个 AI 给做成游戏里的角色，那搞不好人家把你当成 NPC 了。这就是一个关于游戏 AI 的这个终极的这个悖论。你如果随便做吧，随便改进一下吧，始终是个 NPC， 不会引起注意。那么如果你玩真的，一不小心搞脱了，造出真正的 AI 了，那你完蛋了。这是一个悖论。那么，我思考的这个，不能说结论吧，一些小的点是跟头号玩家里边的这个绿洲，跟这绿洲营造出来的这个真实的玩家之间有激烈对抗的这样一个世界相比，我们现在的这个游戏世界最缺乏的是一个跟现实相融合的这个坚实可靠的这个价值的基础。你可能玩过很多游戏，但是你不会真的把这个游戏里面，你赢得的这个金币当成有价值的东西，对吧？但是如果你还记得头号玩家的话，
大家在战场上厮杀，那么他们打的这个你死我活，但是都不会忘记去捡起对方掉落的这个金币。这一幕，这游戏里边的行为非常的这个自然、真实、可信。捡起这个金币啊，这个感受，这个心理感受啊，跟你在红包里，跟你在微信里边领了别人发给你的红包是没什么区别的。在这个绿洲里边，这个虚拟世界跟真实世界它们的价值是相互融合的。这个游戏的参与是有一个连贯且一致的这个价值传导的。这个传导从现实到虚拟，然后从虚拟回到现实，这个传导越可信、越即时、越顺畅，那么虚拟世界跟真实世界的联系就会越紧密，那么你就越倾向于认为虚拟世界具有更强的临近感，就是 presence。你想象一下，如果你在游戏里面杀了一条恶龙，对吧？如果这个体验，这个精神体验，如果它跟你在现实世界里边，你完成了一场这个大师级的钢琴演奏，你踢了一场这个欧冠的冠军联赛，能够获得相仿的这个价值回报的时候，就是这两个给你带来的这个价值传导是相对比较接近、比较一致、比较一贯的时候，这个虚拟世界跟现实世界它们之间的这堵墙啊才会被打破，这两者之间的界限才会开始变得比较模糊。那么问题来了，就是我们刚刚说的这个虚拟和现实之间的价值传导，问题来了，为什么是区块链技术，而不是某个商业公司能提供这种价值传导呢？大家可能会觉得，哎呀，这种肯定是腾讯啊，或者是网易啊，或者是这种公司，他们能做出来这种东西。为什么是区块链能够这么干呢？因为商业公司他们有非常足够的、非常强大的这个利益的动机，把这种价值流通给阻断。他们希望把你留在他们的产品里，他们希望你为他们贡献时间，贡献你的注意力，他们希望你排他性的给他贡献。你作为一个用户，你作为一个活跃的用户，你的数据、你的流量、你的一切。但是在区块链支撑的这个世界里边，通过某些协议，我们这里说的是这个 Bitcoin BSV 上的 MetaNet 协议，当然还有一些其他的协议，通过一些公开透明的协议，我们能够让用户重新掌握自己的数据。通过区块链技术本身，你能够掌握你的数据，那么你能够掌握你的数据是一个很好的开始，使得虚拟世界跟真实世界之间的隔阂被打开，而不是说是全部掌握在游戏公司的手里。他说他想怎么样怎么样，万一他哪天停服了，就跟我刚说的，你游戏里所有活跃的东西全都会被立刻停止，从此就被存在某个压缩包里，对吧？数据库 DB 的这个缓存里，以后不会再被访问了。当然有极低的概率可能会被重新拉出来，但是当它拉出来的时候，你可能已经不再关心这件事了。那么，如果你非常有耐心的话，在这样一个由区块链使得你可以掌控自己数据的这样一个环境下，如果你足够有耐心，你可以收藏一个很久远以前的游戏角色或者游戏装备。那么，也许这个游戏公司都已经倒闭了很多年了。那么你去古董市场上，你说不定卖，说不定还会有人喜欢，然后说不定跟你同样喜欢这个游戏的同好，他们再把这个游戏复活，都是有可能的。那么，刚刚我们说的玩家可以处置、可以拥有并且处置自己的这个虚拟物品，会有一些更深远的影响。那么，通过游戏去赚取这种财富，不再是某一小部分人的专利，可能将会成为你现实人生的一个追求、一个规划和成就。也许是一个补充啊，也许它会成为主体，这都不一定的。就像绿洲一样，去年或者前年吧，那个美国那个西弗吉尼亚州，他们这个区块链的全民选举，就这样，就是你的记录，你投了给谁了，你投给哪个候选人，都记录在链上。你可能20年后，你会为自己20年前的这个政治倾向，你会觉得哇，好天真，对吧？是已经被记录下来了。那么，
你想象一下，如果你参与这个电子竞技，你在20岁的时候参与了一场电子竞技啊，你获得了一个名次，获得了奖金。那么40岁的时候，你回过头来看，哎呀，我还曾经参加过这个比赛，你自己可能都已经忘记了，对吧？那么这样的比赛会给人带来强大而持久的吸引力，它的这个影响力可能会不断变大。就像以前那个 WCG 会不断变大，后来为什么被限制住了呢？因为 WCG 的不同游戏跟不同游戏之间，同一个游戏的不同版本之间，这种快速的变化，这种难以把这种价值给凝结出来的这种能力，使得 WCG 的影响力被限制在一个很有限的范围内。但如果你没有这种，你脱离了这种限制，你把它做成了一个区块链上的这个电子竞技，那么它的这个影响力、它的规模、它的增长、它的这个商业价值，可能会很轻松的就能超过奥运会，可能很轻松的就超过奥运会。为什么？咱们在座的可能没有人参与过奥运会吧，对吧？但是你可以很轻松的参与我刚刚说的这种区块链上的电子竞技，对吧？可以非常低成本的实现全民参赛，非常低成本的实现全民参赛，自动完税，自动发放奖励，所有的奖励都是完税的，这个效率非常惊人的。这是真实世界的这个结算系统，根本难以想象的。好，今天的最后一个主题，我们的世界。我们的世界是一个比较有意思的概念，是我们作为一个游戏公司的一个永恒的追求，是一个我们比原科技的一个追求。这追求可能是1年、2年、3年、5年，甚至10年、20年。这对于游戏行业是一个圣杯，然后对于我们自己来说也是一个目标。那么这个图不是我们的世界，这个图是我的世界。这我的世界，大家可能有的同学可能玩过这个游戏。这个游戏特点就是所有的人在游戏里面可以创造任何事情，可以跟其他人一起协作，创造一个金字塔，创造一个大学校园，把咱们人大给完整复现下来，可以邀请别人分享，然后跟其他人一起协作来做这个东西。但是它的问题呢，就是非常小。我的世界一个房间里可能10几20个人，多的话可能更多一点点，但是不能更多了。但是我们的世界是什么呢？就是远远超越我的世界这样的一个世界规模的世界。超越到什么程度呢？我们希望所有的人，全世界所有的人，80亿人、70亿人，能够在这一个世界里面自由的去创造，自由的去做他们想做的任何事。很多游戏公司在很多的时间点上都想过能不能这样，但是大部分是被现有的这个网络硬件所限制，使得他们只能做到某种限度上的某些人在一起玩。比如说魔兽世界，它做了10几年，然后做了大量的优化，那么实现了在艾泽拉斯上面，几千个玩家能够有效的互动。那没办法，那是在它的这个硬件限制下，它只能做到这个程度，这是可以理解的。那么会不会未来我们有机会能实现这个我们的世界呢？游戏行业也是我自己是不是有机会能实现的这样一个东西？那么跟大家分享一下我的一些思考和阶段性的目标。就是对于我来说，我把这个我们的世界这个巨大的目标拆分成了4块。哪4块呢？第一个是沉浸的体验，沉浸的体验。所谓沉浸体验，就是这个世界要对你做支持，刚才绿洲一样。沉浸的体验，就是针对人的直接接收信息的这样一个更高的层次，沉浸的体验。在现在这一代 VR 设备上你是实现不了的，你会有很多限制，比如说它视频带宽的限制，使得必须有限，然后它的画面渲染的这个分辨率不够高，使得会有沙门，然后它渲染优化不够好，使得会有延迟，所有这些，所以现在这一代 VR 暂时还达不到这个需要，即使硬件达到了需要，软件上的这个优化对优化的这个需求也是非常非常大，大到什么程度呢？软件上对优化的需要
是我们现在国内的游戏开发团队所远远不够的。我们国内的游戏开发团队目前能做到的是让一个游戏平滑的跑在30帧，甚至是偶尔能平滑的跑在60帧，已经是一个非常高的要求了，需要我们天天加班，干它什么几个月、半年，甚至是1年，才能达到这个基本的目标，能让游戏跑在30帧、60帧上。但是 VR 的要求最及格线是能够平滑的运行在90帧，甚至120帧。如果你跑不到的话，你就会头晕，你会觉得好难受，玩几分钟你就玩不下去了。这是沉浸的体验。那么超大规模同步就不用说了，你一个游戏你是吧？你是幻想，你能幻想一下有80亿人。都在这个游戏里，同时他们能随时能，这是一种幻想，但实际上它已经实现了，对吧？你用的微信就是理论上你可以和微信10几亿微信用户无缝的发消息，对吧？你用的比特币已经实现了，你作为一个中国用户跟一个美国用户，相互之间发送交易，对方都是秒级收到的。当然了，就是不管微信也好，比特币也好，它们都是某种程度上实现了这种同步和即时性。我们这游戏跟这个通信软件这个量级肯定不是一个量级，就是它需要被同步的事件，它需要被同步的体验，都不是一个量级的。但是至少它是可以被实现的，对吧？从比特币现在的这个技术架构 P2P 也好，什么其他的这些，我们看到了它已经在地平线上了。你需要做的只是大量的工作去把它真正做出来。不管是这个计算发生在区块链上，还是区块链下，是发生在云服务器上，还是所谓边缘计算，还是所谓其他的什么 whatever， 其他的这些事情上面。总之，它是在我们理解范围以内，再是一个科幻。前2个是游戏行业的追求，那么后2个是区块链行业的追求。你能不能让这个用户的价值让用户真正感受到这个价值是一贯的？虚拟世界跟现实世界之间这个价值是可融合、可连接、可共享的。你能不能做到像绿洲里面一样，当你把对方杀死，对方掉落金币，你把金币捡起来那一瞬间，你的感受就像你在微信里面领了别人的红包，这种感受是一样的。你能不能做到这一点？这是非常重要的，这是区块链能够帮助我们的。那么第4点，用户为什么愿意去帮助你建设这个虚拟世界？他为什么愿意把他的心血花在建设一个好像真实世界的源上？他为什么愿意持续不断的去创造？这需要一个非常有效的激励，而这个激励就像比特币系统的激励一样。比特币系统的激励非常简单，这个系统产出比特币，每4年减半，就这么一个规则，就像围棋一样，你只要把我围住就赢了，就这么简单的一个规则，但是却被证明这个激励系统是非常有效的，它是非常鲁棒的。不管发生了什么特殊事件，只要没有地球上所有计算机没有一瞬间全部被消灭，这个系统都可以继续工作。那么这个激励系统才是真正的激励系统，这个激励系统才是某种形式上我们认为是非常健壮的一个激励系统。那么怎么运用好这样的激励系统，其实也是你能不能建设一个真正的虚拟世界的关键。我今天的分享差不多到这里就结束了。然后，如果大家真的对我讲到的这些话题，如果真的感兴趣的话，可以去这个页面上看到一些我之前的一些，不管游戏也好，区块链也好，一些思考、一些分享。这是一个不完全的列表，我还有很多其他的输出，包括游戏的偏技术的，然后偏游戏产品的，还有很多。但是这是一个近期的一个简短的列表，如果大家感兴趣的话，可以到这里去看一下。然后如果有问题的话，也可以找我聊天，我们可以分享一下。如果你对游戏行业有兴趣、有问题，都可以问我。好，我今天分享就到这里，谢谢大家。好，谢谢郭老师的精彩的报告啊。郭老师从这个游戏行业的这个角度给我们讲了一下区块链的这个原理还有应用，我想应该大家会有
下面呢，我们有个问答。好。大家呢，如果对这个顾老师这个刚才讲的内容有什么问题，或者是对这个区块链有什么问题的话，那么大家可以来提一下问题。有没有问题？想问一下，就是您提到的这个游戏行业在区块链上运行，那么这个区块链是共有链还是联盟链？可以这么说，就是它跟区块链的类型没有太强的绑定。你可以用公有链去实现，也可以用联盟链去实现。但是这里面微妙的区别在哪儿呢？如果你用联盟链去实现，那么一个联盟它是有一些有天花板的，对吧？这个联盟它一定会有一个像章程一样的东西，决定什么人可以加入，什么人不能加入，对吧？这就限制了它作为一个不管是行业联盟也好，还是其他的什么联盟也好，它会有一个天花板。为什么我们说一个虚拟世界要80亿人参与？这个80亿人，我们不希望给它设置任何天花板。我们希望这个虚拟世界像真实世界一样往前演化，不要有任何人为的天花板。那么你也可以做一个就是基于联盟链的，这是没有问题的，只不过你知道它的限制在哪里就好了。那么第二就是，如果采用公有链技术的话，那么在现有的 POW 的这种共识模式下，矿工是需要比如说你要上传数据的话，矿工是要把你的这个数据打包到区块链中的。打包的过程中，它一般是要求有这个交易费的。那么如果数据量足够多的情况下，这样的只考虑交易费都会有一个很大的支出，这个该怎么解决？非常好啊，你问的问题质量非常高，就是我们可以这么去看它。腾讯做了一个使命召唤的手游，有1亿的用户在上面跑，大家能想象这个使命召唤的这个手游的成本有多高吗？就是它的运营成本，它的这个服务器也好，所有带宽，所有的这些成本，大家能想象有多高吗？当然我也不知道，但是我知道的是，这个成本远远高于我们刚刚说到的这个手续费，以及区块链矿工他们为了维持这个计算系统所付出的这个成本远远高于这个。为什么我这么有把握这么说呢？是因为腾讯所有的基础设施也好，什么也好，它不仅仅是硬件开销，它投入了大量的非常昂贵的开发人员，对它做就是尽可能的优化，让这个系统尽可能的快，对吧？这样你的微信也好，你的使命召唤也好，才不会卡，才不会丢失消息，才不会文件收不到，对吧？这种成本是非常夸张、非常惊人的成本，因为随着时间的推移，人力成本将远远高于我们说的手续费也好、硬件也好、矿机也好，将会远远高于这个。所以回到刚才的问题上来，我们能够把一个通过人力来解决的问题，转化为一个通过仅仅是造一个矿机芯片，让这个矿机一直在运转，来提供这个底层的基础设施支持的话，如果我们能有这样的机会，我们当然毫不犹豫的选择，是吧？通过这样的方式来改进，而且通过这样的方式去改进这样一个系统，矿工他们有什么激励？他们有什么愿望去把这个东西弄得更好，以便于我们游戏更流畅呢 ？For their own good， 他们为了赚钱，他们为了赚更多的钱，很简单，他们为了赚更多的钱，这样就是造成非常非常好的效果。是矿工为了他们自己的好处，帮我们改善了我们的底层服务，这是一个非常好的事，这是 POS 可能不一定能具有的一个特性。POS 它是一个有效的共识机制，没错，但是它很难使得所有的 staker， 所有的这个愿意为这个系统押注的人有更大的动力去关心这个系统，去改进这个系统。那 POW 能做到这点，所以我们认为建立在 POW 上的这个基础设施上面的这个应用，包括游戏，在未来才能会成长到能承载全世界所有的计算。这是我们的内在的信心所在。就是最后一个问题，就是关于数据量的问题。那么像老师提到的，如果能建立一个全世界人都可以参与的这个链的话，那么这个数据会产生应
该是一个非常海量的数据。对。但现在的比如说以比特币运行的区块链的话，它是需要60分钟才能就是完全确定一个块上链的。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就是产生的数据并不能及时的加到链上。另外一点是，即使加到链上的话，这些海量的数据需要一个足够的存储能力。那么这种足够的存储能力应该不是个人所能负担得起的。也就是说它势必会造成一个全节点的越来越少，也就是说它会变相的促进公有链向中心化这种程度，这该怎么解决呢？谢谢。非常好，这些问题都非常高质量。那么区块链它能不能在未来有真正的可持续性？能不能在达到极大的这个规模，极大多数人在日常使用了之后，它仍然能像现在一样是可以跑？这是一个非常深刻的问题。中本聪写了这个白皮书了以后，别人问他的第一个，可能不一定是第一个，非常靠前的问题就是，你这个系统听起来是可以运转的，对吧？但人一多就不行了。你这个每个节点，所有节点存储所有人的数据，这个一听就是不靠谱的呀。我们就说这个问题可以分成几个阶段来看，就是至少到现阶段它还是靠谱的，对吧？然后白皮书里明确的说明了，我们有去优化它，后面的这个一些公有链也好，其他的链也好，提供了各种五花八门的这种技术来帮助我们去优化。但这都不是我想说的，我真正想说的是，区块链它本身就拥有一种能力去破除掉各种各样的上限。去改进它自己，优化它自己，因为它最大的核心是那个激励使得你有动力去做，使得你有动力去不断的让这个网络变得更好，延迟变得更低。那么这个时候你问题又来了，你说，只有少数的人有能力，因为他们有巨大的投入，大量的普通人他们怎么可能呢？他们维护一个全节点，让它同步所有的数据已经很吃力了，甚至这个。规模已经很大的情况下，他们可能没有那么多硬盘来存，那怎么办呢？这个问题中本聪已经回答了，就是在当年他就已经回答了。他说，在比特币网络上，并不是所有人要存所有的数据。一个高效的网络一定是专门的人做专门的事情。一个高效的东西一定不是所有人做所有事情，对吧？每个人都做自己关心的事情。普通人关心什么？普通人关心我通过比特币买了一杯咖啡，这杯咖啡我能不能拿到，店家能不能收到我的钱，对吧？这是普通人关心的。普通人根本不关心这个网络有没有处理我在中国，这个网络有没有处理美国用户有没有收到咖啡，他的交易有没有被打包，普通用户根本不关心这个。他既然不关心这个，他为什么要去运行全节点呢？对不对？那么，所以所谓的让区块链保持所有的人运行所有节点的这个特性，本身，在中本聪看来是一个伪命题，就是不应该每个人运行所有节点。我为什么要这么做呢？一定是在中本聪那个年代，他只会用一个词叫做 server farm， 一个所谓的服务器农场，由专业的矿工去运行这个设施，并且去改进，对吧？那么后来为什么会有人提出区块链是所谓的这个叫去中心化计算、平权，每个人都要运行所有的东西呢？这是因为他们希望借助区块链，抵抗权威，去什么无政府主义，去是吧？有他们自己的乌托邦的理想，这个不是比特币本身具有的特性。好。好，大家还有什么问题吗？对，因为我也来自区块链行业嘛，所以我就不问一个区块链相关的问题了。就是我今天听到的比较受打动的是咕噜最后讲的这个关于下一代的游戏是什么样子的，描绘了一个蓝图。然后你讲的这个东西，以我们现在的认知和现在我们所能看到的技术来说，是感觉是非常具有未来感的。但是当你讲出这些东西，我相信你在研究未来的游戏的时候，一定也会接触到有一类群体会谈到的一种概念，就是会不会我们现在所生活的我们认为的现实世界，
其实是更高级智慧的，他们所创建的我们的世界。在我之前，还在这个游戏公司工作的时候，公司的一位同事，他是一个非常 high level 的这个工程师，他曾经花了一个下午，也不是一个下午吧，就是花了一段时间把他的设想讲给我听，为什么他认为整个世界是渲染出来给我们的，对吧？这个理论我严肃的思考过，是非常自洽的。你挑不出来，以我的专业知识，我挑不出来有什么毛病。这是有可能的，因为我们现在在努力的创造一个虚拟世界。我们假设吧，我们不一定真的能创造出来，但是我们假设我们会付出毕生的努力，一代一代的人去把它创造到尽可能接近真实。那么一个就是从逻辑上来讲，一个很显然的事实就是，任何一个外星文明，任何一个就是其他的我们认为可能存在的文明，他们一定也会干类似的事儿嘛。他们一定也会去尝试运用他们的科技，尝试重建他们的生活，一定会有的。如果你假定我们愿意这么干的话，对吧？一个外星文明大概率他也会愿意这么干的。然后你又假设有点多啊，然后你又假设这个宇宙当中有无数的文明，那么答案就出来了。所有的文明到达他们的某一个时间节点的时候，都会愿意去重现自己的文明，都会愿意通过技术手段也好，什么心灵手段也好，什么各种我们听都没听说过的能量手段也好，他们会尝试去重建他们的文明。那么会不会有一个文明真的成功了，或者说已经非常接近成功了？这是非常有可能的。如果一旦它成功了，我们又假设了，一旦它成功了，它成功创建的那个虚拟世界里边的那些所谓超智能体，他们会不会愿意再去创建一个呢？这是非常可疑的，这是非常我不是说非常有可能，而是说非常可疑的，这两者是有不一样的，是有区别的。就是说到这个，大家就可能会造成更大的冲击了，就是我们自己是不是一个创造出来的所谓超智能体啊，或者是什么其他的东西，我们也不知道。非常坦率的讲，我也不知道，我也不知道。那么好，现在我们回过头来，为什么说现实世界有可能是一个就是创造出来的虚拟世界呢？是因为我们对未来，我们对已知的世界探索的太少了，我们甚至不知道是不是真的有另外一个文明存在。那么我们更加不可能知道，他们创造一个世界成功的几率有多大？我们的世界是不是他们世界的镜像？是不是他们创造的实验品？是不是他们创造的一个无数失败的实验品之后成功的那个？我们都不知道。但是我们知道这些可能性是客观存在的。好吧，然后另外我还想补充一下关于这个虚拟世界的这个话题。那么我自己早早的就已经迈过了一个坎儿，什么坎儿呢？就是别人会问我，你这个东西不着调儿，你要想创造一个虚拟世界，这明显就不是说难听点，不是一两代人的事儿，你为什么还要来干这个事儿，是吧？而且你资源又少，那么小的团队你还想来做这个事儿。那么我想说的是，即使我自己没有成功的创造这个东西，我也为其他人创造这个东西提供了一些参考，我帮助他们在这条路上往前走近了几步，我的使命就达到了。我不一定真的需要我自己去把它做出来。谢谢大家。